原神的角色为什么存在强弱？两点，一是销售策略，二是长线运营氪金抽卡的商业模式带来的问题。那么什么类型的用户最在意角色的强弱呢？自然是关心强度、喜欢对比的玩家了。所以利用玩家喜欢对比的心态去打造拳头产品，创造爆款，对这类玩家来说是非常有效的策略。比如说璃月 3C 概念、到期的银河战舰概念、满命夜兰概念、不如一喷的纳维莱特概念，再加上强度社区配合起来，什么抽一个深渊自由，抽一个体验起飞之类的话术，马上就突出了这个角色的价值嘛。那让玩家追捧起来，销量也会随之提高。那假如采用了众生平等的销售策略，比如强弱对比最不明显的须弥，玩家和商家都见识过了，新角色的流水不如老角色，只有在对比中显得尤为重要的草神，它的流水才比较能打。那么基于市场反馈优化自己的销售策略是一个企业的基本操作了，而且抛开销售策略的需要，角色的体系是否完整也会影响到角色的强度表现。那么作为一个长线运营而不是一下子上线完整内容的游戏，就必然会导致体系出得快出得早的角色一定是强于体系不完整的角色的。比如 3.0 出草体系不完全，那么玩家就会觉得草体系很弱，觉得自己手里有神里灵华和雷电将军，草元素完全跳过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到了 3.0 的中期就变成了草星9真香，所以就算没有销售策略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也一定会产生角色强弱的区别。但是最根本的，我觉得还是原神氪金系统的设计。而作为一个零氪玩家，角色基本都是0+0。在这个阶段，我必须要说，角色的平衡做的还是不错的。强如龙王也是刚需抗打断，强如夜兰呢，也需要损失一些伤害去换充能。所以在0+0低练的这个世界里面，说角色有强弱之分呢，我觉得倒不如说角色的设计是存在差异化的。有自己擅长的赛道，也有不太擅长的赛道，然后通过原模的机制设计去达成一种策略化的玩法，这是一种相对还比较健康的设计。当然也会存在一些超模的角色啦，比如说龙王啊、夜兰啊，对吧？万叶啊这样子的。但整体0+0的角色，大家差距真的没有特别大。但是0+0的这种策略化的玩法，它是需要一个玩家能够对基础的原理，然后深渊的 buff 去进行分析的，还要有不断的尝试总结，以及有比较全面的角色池。那么通常没有耐心和不喜欢策略的玩家就会评价这种玩法是刮痧，然后体验差啊，因为这种属于延迟满足的玩法，和这个时代短平快的特点呢是相互冲突的。所以更多的玩家喜欢的是深渊不管怎么变，我只要力大专飞就可以了。那像这样的体验才叫做好的游戏体验。那么玩家为了达成这种体验呢，就会选择去抽命座、抽专武，以及去圣遗物本里坐牢。那么当玩家闭关出来，有了一套强度已经远远超过游戏要求的阵容的时候，就实现了数值膨胀嘛。所以原模的技能机制对于玩家就起不到限制的作用了，判断角色的强弱就变成了纯粹看角色出伤机制的设计。那只要这个原模不锁血，角色出伤越快、越集中、爆发越高，它就越强，反之呢就越弱。如果临命的时候因为差异化的设计，一些角色就是长轴大招启动，是一个打桩的定位，那么在这样的对比中，不但因为优势项比不过别人，还因为自己存在一些显著的缺点，就变得更弱了。所以呢，角色存在强弱是客观决定的，除非有一天这个市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游戏的商业模式有了创新，不然我觉得它会一直长久的存在。而且比较也是人的一种天性嘛，就算没有强弱的对比，玩家也会去对比角色的手感、外观以及技能的酷炫程度。那么说到这里，我感觉作为一个追求强度的强度党，其实还挺累的。因为一个长线运营的游戏，强度的变化一定是时刻在发生的。短期看拿到手里是一个强势的角色，长期来看呢，并不能实现强度的自由，而且长期要付出额外的资源投入，一定是一种精神内耗，它必然会降低游戏的体验。那么基于上面的分析，我觉得原神未来最重要的优化方向应该是继续降低角色的培养成本。但是呢，为了不影响游戏的日活月活这样的数据，我觉得它优化的方向一定是把角色的练度和培养分摊到日常的任务中或者是活动中去。好的，那么本期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地理，不知道你对于角色强弱的这个问题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那么我们下期再见。